什么人？师傅，怎么了？有人放暗器。什么？现在高家庄上下戒备森严，鬼谷的人就算有天大的能耐，怎么可能潜进来？剑上有纸条，想要张成岭的命，便拿琉璃甲来换。啊！张成岭不是被周大侠带走了吗？怎么会？去请赵庄主、沈庄主和慈木大师过来。怎么了？沈庄主方才匆匆忙忙出了庄，现在还没回来。什么？快去找他！啊，是。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沈庄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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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有滩血迹，好，过去看看。快走！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猫耳 FM 英雄联盟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天涯客》第9集《易容》。师傅，你教我的那些口诀，我不明白。哎呀，你那脑……是哪里不明白？哪里都不明白。小鬼，你脖子上顶着的那玩意儿，究竟是脑袋还是夜壶啊？哎，你差不多行了。你会不会教徒弟？多聪明的也让你骂傻了。怎么不会？我师弟就是我一手教出来的。那你师弟背不出口诀，练不会招式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我让他将本门入门的练气口诀超过300遍，练不会慢慢练，再不会不给饭吃，还不会也不用睡了。半夜叫人把他卧房锁上，让他去雪地里自己领悟。令师弟真是命大呀！他命不大，已经死了。啊！好好学吧，你想多活几日，变得有本事。我去见一个朋友，你去前面那家酒楼等我。替我看他一会儿。我？阿旭，师傅。你师傅说的十分有道理，得有本事。算了，他也不在，咱们换换脑子。哎，你说，咱们像不像一家3口啊？你师傅是严母，那我就是慈父。前辈，看来你也是认同的。我接着给你讲上回那个红孩儿的故事的后半段吧。好啊。那些个妖魔鬼怪可怎么办呢？红孩儿想了很久，试了无数个法子，终于让他想出一个主意，只需一个法宝。文兄，张小兄弟。主人，可找着你了。前天晚上不见了你，我便去找，结果听这位曹大哥说，你和周旭将那张家的小子给带走了，他便自告奋勇的带我出来寻你们啦。自当奉陪，自当奉陪。主人，曹大哥不但人仗义，还十分有学问呢。我跟你说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先去酒楼歇息一下。主人。曹大哥，我们也过去吧。好。
把这张银票你给我对一下。好嘞，别慢着啊。对好的方向。坐一下。周大人，您先喝杯茶，我家大当家马上就过来了。好。周，您是周公子吗？怎么，平安认不得了？哦，是您，是您。满福，你先下去吧，我和周公子有事要谈，不要让任何人过来。是。周公子，奴才本来在扬州附近，听见消息便立刻赶来了。底下人可曾怠慢过公子？不曾。哦，当年多谢周公子，把我家主子离京的消息瞒了下来，才有了这几年的太平日子。你家主子早点滚蛋才叫消停，大家也就能都过上太平日子了。举手就劳罢了，七爷他一向可好？哦，好得很，好得很，烦劳公子惦记着。小人接到您的消息，便传信回去了。昨日才收到主子回信，说正和大巫往这边来呢。10天半月的，估计也就能到了。怎么好劳烦七爷和大巫呢？这中原武林已经够乱的了，那祸害竟然还要来掺和一脚，真是流年不利。天灾人祸赶齐全了。那有什么的？我家主子久居南疆，也十分得闲，正好出来活动活动身子骨。主子说了，当年还曾与公子约定，将来定要替公子说个腰细貌美的南疆妹子当媳妇呢。戏言罢了。难道周公子已经有心仪之人？你这样，我却想跟你过一辈子。没有，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想起这个老流氓？公子来问过琉璃甲的事，奴才这些日子知道了点东西。公子可知，昨日一位名叫沈慎的男子随着少林方丈出现在洞庭，还带来了一块琉璃甲的事。蜀中沈家的家主沈慎？是。此人不问世事已久，此番竟忽然出现。高师兄、赵师弟，应众位所托，沈某把东西带来了。显然是听到张家遇害的消息，也待不住了。难不成传说中的5块琉璃甲，竟在当年的5大家族手上？周公子果然闻一知识。那沈慎一现身，高崇便也承认了高家庄也有1块琉璃甲，终于说出了此物的来龙去脉。您可曾听说过阴阳册、六合神功和封山剑？阴阳册我只听说过一点，不知真假。据说是神医谷的圣物，号称无病不可医。那六合神功自上古传下，缺损不少，十分晦涩难懂，极易走火入魔。然威力也极大，天下莫能有与之争者。封山剑则是30年前堕入魔道的绝世高手荣炫自创，下半部是剑招，而上半部心法便是他自六合神功中领悟而出的。高崇的意思难不成是说？正是。据高大侠说，荣炫当年走火入魔，一方面是丧妻之痛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练功不当。荣炫死后，他们见2大奇功和那神医谷圣物阴阳册都蕴含在琉璃甲之中，但凡是练武之人，无不为其倾倒，便将琉璃甲摔碎，约定5大家族各保存1片，以防重蹈覆辙。奴才实在能力有限。30年前的惨案内幕，天川和四季庄尚且不能知之甚详，何况你一个生意人？高崇说的话我并不全信，
待我把前因后果都查证清楚，没有破绽了，才能下定论。这些情报已经帮了大忙了，多谢。啊，公子太客气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5大家族各持一片琉璃甲的碎片，赵家的呢？赵静没给个说法。赵家家主宣称赵家的琉璃甲被盗了，不知所踪。你是在耍我们？你说丢了便丢了，我看不止你手里那块没丢，张家的那块此言一出，也是被你当时在场的众人几乎要闹起事来。华山掌门像是有了确凿的证据，说就是那赵静私吞了张家的琉璃甲似的。昨日奴才派去的人说，华山掌门差点和赵大侠动起了手。那块多半是被于天杰或是慕云阁盗去了。之后那片琉璃甲又落到了温客行手上，叫方不知盗走。可如今方不知也死了，并且疑似死在了喜桑贵手下。这件事还能再复杂一点吗？我了解了，那我先告辞了。代我向你家七爷问好。是。客官，你这边请。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正派中人后院着火，大家为了这琉璃甲伤了和气，岂不往2里杀3世的故事吗？是怕这一场武林浩劫因此而起。曹卫宁和故乡也在，到时候便是逝者如斯夫的情景了。逝者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子在河边曰：“逝者如斯夫。”怎么连温客行都一脸凝重？说的是老子他老人家有一日睡梦中神游，竟如同到了河边一样，往下一看，死人同流水一起顺流而下，十分悲怆，有感而发。主人，曹大哥知道的真多，还会掉书袋呢。难怪。我还是走吧。阿旭，怎么往外走啊？等你半天了，快过来。这早闻的鬼谷谷主，真他奶奶的缺了8辈子大德了。阿旭，来坐。哎呀，快尝尝这家店的好酒，啊，滋味正经不错。阿旭，你怎么一直盯着我？这还是光天化日之下呢。呀，小孩子不能看，狗眼都要瞎了。顾姑娘，其实不用羡慕周兄和温兄情深如雪，姑娘如花美眷，定也会有良人暗中倾慕不已的。是吗？在哪呢？阿香，你可能是有点瞎了。主人，你在说什么？顾姑娘，我也能叫你阿香吗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对不起，姑娘，您几位啊？我来找人。好的。你瞧她，可别是仙女吧？这女子目光游移飘散，相书上说叫做桃花眼，心术定然不正，不及。阿旭，你看这曹卫宁自己不机灵，所以也瞧不惯别人目光灵动。看对眼的都是阿香这样直眉愣眼的。哎，咱俩看对眼也是谁和你？啊，他
他怎么朝我们这桌过来了？这位公子，我叫你请我喝酒，行不行？啊，找师傅。姑娘，我看不行，他现在没钱了。姑娘，在下认得你吗？难不成你不认得我，就不愿意请我喝酒吗？怎么不愿意？别说一壶酒，就是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在下都绝不眨一下眼。小二，上壶好酒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我们这里最好的酒，客官慢用。算他账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您慢用啊。阿旭，哇，我还是第一回在主人脸上瞧见这么姹紫嫣红的神色，这顿饭简直值死了。多谢公子。姑娘请坐。不坐了，我喝完就走。哦，是啊，这桌子可实在是有点挤了。来，阿旭，吃几口菜。我要走了，你跟不跟来？好，姑娘请。望温兄，你对他一往情深，他怎能如此见色？见色？曹兄，你说他怎么能？哎，不过温兄，这事儿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哎，方才是我嘴快了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周兄不是那样的人，一定是有什么苦衷，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你可不要误会他呀。是啊，主人，你瞧周旭那脚后跟都是冲着你的，可见他走得多勉强呀。啊？这不香姐姐，你别说话了。哇，我家主人真是急了。唉，真是夜来风雨声，眼泪流多少。自古情之一字，伤人最深。可有什么办法呢？怎么，你不进来吗？姑娘的闺房，在下一个臭男人，怎好随便进？你这会儿还君子起来了？我请你进来，你也不进来吗？姑娘恕罪，在下就是再多一个胆子，可也不敢往这烧着胭脂种的屋里钻。那是要站着进去，横着出来的。你们男人不是说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吗？怎么你都跟着我来了，这会儿又不中用了？话是这么说，不过能活着还是活着好，活的时间长点儿，也能多从牡丹花下过几次，你说是不是？再说了，我可没有千万人中叫你一眼看到便非君不嫁的魅力，这点自知之明在下还有。不如咱们痛快点，直接说你所图的是什么，没准儿也好商量。唉，不奔着你去，还能奔着谁去呢？你们那一群不是女人，就是不懂事的小孩子，还有个傻小子，一心全都扑在了那个傻姑娘身上。另一个更是奇怪的很，
自打我进去以后，便没看过我一眼，眼里只盯着你一个臭男人。你说怪不怪？唉，看来看去，竟只有你这么一个正常男人。我不奔着你去，还能奔着谁去呢？姑娘形容举止，在我见过的诸多女子里，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。就算五官平平，也算另一种丽质难掩，何必执迷于皮相，反而落了下乘呢？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说过，面相天成，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，稍有改动，便能叫人瞧出端倪来。既然你看出我是易容，你还跟我来，难不成是为了羞辱我？在下并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女人虽然风姿绰约，年纪却肯定不小了，然而脸庞、颈子乃至手上的肌肤颜色都十分自然，没有半点破绽。天下能做到这种程度的，只有四季庄传下来的绝活。她是从何处学来的？好啊，那便叫你看看我的脸。你是绿妖柳千巧，你不是为了封山剑，是为了阴阳册。不错，世人皆知我这半边脸被烧毁了，一辈子也不能亮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昨日那高虫透露出阴阳册的下落，我怎会错过？可张家的琉璃甲，真的不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。你说没有，我又凭什么信你的话？你们男人不是最喜欢骗人了吗？你等着吧。今日有绿妖，明天又是谁来呢？张成林这小子，简直是世上最大的麻烦了。怪不得高崇、赵静那两个老狐狸，那日由得我把这祸害带走。哎呀，谋杀亲夫了！哎呀！温谷主，你今日又忘记吃药了吗？你竟当着我的面和女人走了，你竟跟她到这种地方幽会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孤男寡女。不是你整天去勾蓝园鬼混的时候了吗？我一定是被气糊涂了，怎么会说出这种话？阿旭，自打我决定缠上你以后，可再没碰过别人呢。哼，多谢谷主厚爱，实在对不住，我可没决定缠上谷主你。那倒是，不过你可以随便幽会，我也可以随时听墙讲。温谷主，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？该无耻时就得无耻。你，哎，阿旭，是那个狐狸精的声音。叶前辈，这疯狗一样的丑八怪是做什么的？这姓叶的如此怪胎，多半是因为打了一辈子光棍。像他这样的货色，若是有女人愿意和他过，母猪简直都不用上树了，非得上天不可。哎，阿旭，怎么又是你？阴魂不散啊？我是追着一个小贼过来的，就要抓到他了。这女人突然跳了出来，一个字都不说便拦住我去路，竟叫那小贼逃了。贼？前辈如此不食人间烟火，竟然当起了抓贼的捕快。
什么贼这样神通广大？偷了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走的那天夜里，高家庄便失窃。你说还能被偷了什么东西？琉璃甲。什么人能在眼下戒备森严的高家庄偷走它？小子，你最好小心一点。沈慎死了。那又怎么了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哼，自然跟你有关系。那日，高大侠和沈大侠分别收到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想要张成岭的命，便拿琉璃甲来换。沈大侠多半是担心故人之子独自追了出去。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便已经是一具尸体了，手上还攥着跟高大侠那张一样的纸条。等我们把沈大侠的尸体带回去之后，发现高家庄竟失窃了。你说怎么可能跟你没有关系？这位周公子，能不能解释一下，你当日从众目睽睽之下带走的那张家的孩子，眼下又到哪里去了呢？怎么，诸位这是觉得我带走了张成岭，得了张家的琉璃甲不算，还以他为质，向高家庄要挟另外2块？难道不是？我错了。我怎么会觉得猪的脑子能想得出人的主意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们周公子，那么请问，我们和叶少侠追着一个在高家庄鬼鬼祟祟的贼人到了此地，为什么贼人不见了，反倒见到2位和……这位夫人莫不是传说中的绿妖柳千巧？千变万化，神鬼莫测，我于某何德何能，今日竟能一睹这位真容，实在是3生有幸。绿妖柳千巧，身负千张画皮，精通魅惑之术，最爱化身美人勾引年轻男子，居然长成这个样子！看他那半张脸，对呀，丑死了，太丑了！就他这样的贱人，怪不得要易容。那贼人不是他。叶少侠还年轻，又加上久居长明山，还不懂世人心思险恶呀。周公子若说和此事全无关联，敢不敢脱下上衣，叫我们看看你后腰上头有没有那个鬼面头？什么？脱也不能给你脱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周公子不肯，莫不是身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？哼，见不得人？我后腰上是什么都没有，胸前却有7颗钉子。然而可不和当鬼面一样，也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吗？可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15岁撑起4季山庄，18岁偶遇太子贺连义，被激起一腔少年豪气。23岁一手剑起天窗，救出一连串朝廷蛀虫的人是我，4手成武门抵御蛮族的人也是我。这大清的江山，如今从风雨飘摇、千疮百孔中慢慢恢复，叫你们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，以至于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狗咬狗。整个繁华世道背后那些见不得光的事，都是我一手料理。那半人不轨的10几年里，我是手段狠毒，也害过人，可如今也能抱着残躯贱命积德行善。从始至终我问心无愧，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怎么，周公子一直不动，怕是真的藏了什么东西吧？是啊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抓回去一审便知。各位，哎呀，我说几位啊，你们这边是没排练好忘词儿了吧？啊，下去吧，场子都没踩熟，就敢来唱大戏呀？可没有赏钱了。哼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哼，温客行，走了。小子休走！哎呀！
还真滚了。阿旭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于掌门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看着好像温某人抢了你老婆呢？啊！天地良心，我对我这阿旭是一片真心呢。哦，看不出温兄对梁家夫人也有兴趣。阿旭，我冤枉啊！呸！胡说八道什么？邪魔歪道，天下人得而诛之，本来便是人人喊打之流，受死！人人喊打，对不住，我可不是耗子，也求您行行好，别苦大仇深的，好像您自己是耗子药一样。柳千巧，你就余秋风？哦，阿旭，快来啊！我看见了奸情。少废话，走。好。哎，怎么还带着这个狐狸精啊？你带着他一起，这歪魔邪道的名声可更坐实了。行吧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好名声。你是我的人，这也算是同甘共苦了。老温，嘴是用来说话吃饭的，不是用来放屁的。再多一分力，他就当场被你打死了。你叫我老温？我要吃了。不错。装什么好戏？我问你，你易容的手段从哪里学的？关你什么事？柳姑娘，难不成你改变容貌也好，夺琉璃甲也好，都是为了余秋风？那我可劝你一句，女人丑不怕，笨也不怕，最怕就是没长眼睛。那路货色，亏你看得上。你以为余秋风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叶白衣又是怎么追着一个黑衣人到了那个小巷子里的？谁故意误导，叫你以为那跑了的黑衣人是余秋风，以至于对叶白衣出手的？谁在所有人面前点明你的身份的？傻子，他拿你当挡箭牌呢。你闭嘴。好的。柳姑娘，你小的时候是不是遇见过一个没有眉毛、饿得半死又受伤的怪人？你还给他吃过饭？你怎么知道？那是我师父。那，这样你拿着，以后好自为之吧。他暗算你，你竟还对他那么好，可真是……这么长时间一直带着这东西，都快以为那就是自己的脸了。这张脸招来了一堆麻烦，以后不能用了。以后难不成要3天2头换一张人皮面具？是了，你在我心里
就应该是这样一副模样，不像那洛阳城里笑靥如花一般的小公子，也不像那洞庭楼上黛眉相腮的清官红人，谈不上颜色，只有黑白。可只有这样，才配得上你那双浓墨重彩的眼睛。你说什么？阿旭，我有没有说过，我其实是喜欢男人的？废话。所以你是打算色诱我吗？你不是眼神有毛病，就是心眼有点问题。不然怎么满大街的漂亮姑娘小伙子不纠缠，专门缠着我呢？这个给你，不想继续麻烦，就把这面具戴上。哎，你别呀，这张面具太伤眼了，你不许戴这个，换一个。啊不，也别换别的了，你自己的脸最好看。别烦我。我就知道，阿旭怎么舍得打我呢？商量件事啊，我呢瞧你也是个光棍儿，那咱俩就凑合了吧。我要你干什么？你把面具还我！你说干什么用啊？啊？养着你，留着闹饥荒的时候宰了吃肉吗？阿旭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哎呀，哎，怎么比刚刚那张还丑啊？阿旭。我怎么那么没用？怎么总是连累别人？我怎么不记得，洞庭的民风竟如此每况愈下了？你徒弟就是我徒弟，咱俩谁跟谁呀？啊？温客行真乃神人也，竟然一猜一个准。怎么着？阿旭，你还要始乱终弃不成？费了这身功夫，我还有什么呢？我还是我吗？这人间困境几何，得超脱有几个？如敢以生死来舍，孑然是天涯客。谁辞别庙堂最深河，暮的天光上春色。欲作斜云河，偏又生纠葛。废墟身偏走黄泉路，看尽英雄沉淀君为我。黑白作风雅起一舞，妙手设局待谁入？流河渺渺，总是无觅处。携酒来，把剑去，自要归宿。人心叵测，甘苦自取自舍。欲知己明眸察察，如炬灯过原则。谁以归心事，恨深恶，红袍退身谁识得？一眼尽万年，情痴终不舍。废墟身偏走黄泉路，看尽英雄尘。
几把手，核心接着温存不孤独。问余生怎设好美梦，三秋如梦也缘逢。六个渺渺，自由自在处，竹林上望尘浮，寻光与度。